Hello，各位GB 的 members 们，大家中午好我是 Captain Celine， 很开心我们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透过这种视频的方式呢，就是和大家一起的来思考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的问题，或者来思考一下我们人生所要建立的一些的品格，就是透过可能圣经的一些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借此机会，好像一面镜子这样，能够反思一下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必须要建立的品格是什么。如果我说感恩这两个字这个词的话，会让你们联想到什么东西呢？如果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是你却从来都没有过感恩之心的话，我想你的人生只会呈现出黑暗或者是很消极的一面。人如果能够常常心存感恩的心那我们即使是面对就是人生当中的风浪也好，人生当中这个很坎坷或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也好，我们仍然能够对我们生命当中充满期望，还有盼望，还有期待。你知道吗？常常有人会围绕着一个问题，就是今时今日的青少年人所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顾名思义，青少年人讲的就是你们13岁到18岁就是青少年人。OK，for 你们的话，你们觉得说你们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没有得打 games， 没有得上网，还是觉得父母不疼爱，种种不知道，这个是要问你们自己的心里，你们才知道这个答案。但是如果今时今日有人问我，今天青少年人所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想我的典型回答会是，认为自己没有问题的青少年是面临最大问题的青少年。我不懂你们 agree 吗？其实如果人只要还有一口气活着，就会面对困难，无论在哪一段就是成长的经历当中，都会面对一些的瓶颈。如果我们面对瓶颈的时候，我们没有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突破的话，我们常常只会陷在我们常讲的这个钻牛角尖当中所以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当行的路，只是个人的念法不同，当然我们当行的路的步伐也不同。如果我们能以感恩的那种态度呢去处事待人，然后我们自然能够体验出就是念出的滋味，然后可以把我们的路走得更有朝气。感恩的心呢，往往能够把一些看似很黑暗的事情，能够增添一些的色彩。有一本书叫做《五体不满足》，五体不满足就是一个年轻人，他天生是没有四肢的，就是没有手脚的。他的作者名叫义武扬匡。他所写的就是他自己的一个故事。他天生就是一个没有四肢的年轻人，他虽然面对这种很严重的残缺但是他却能攻读就是那个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系，还有还能够参加就是无障碍社区建设和全新世界设计研讨会等等。他做了很多往往是我们这些健全的人都可能没有办法胜任的一些事情。义武就是这个作者的名字义武啦。还有今天的成就呢，其实要归根究底，他要感恩一个人，就是那个人就是他的母亲。他这个母亲，他常常存有的态度就是他凡事谢恩，他一面对什么问题，他都以一种很新的眼光，很积极的眼光去面对他人生种种的难题。你知道当义武出生的时候啦，医院的每一个医护人员，甚至她自己的丈夫亲人，他们都没有办法，也没有这个勇气去告诉说这个母亲说她生了一个四肢残缺的孩子，因为她怕她承受不了。你知道这个母亲足足拖了1个月，她才正式的看到她自己的孩子。当她看到她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如果你是那个母亲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想想看，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怎么回事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我会生到如此四肢不残缺的孩子？还是我前世，常常有人讲我前世做了什么阴功的事情等等。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母亲她的反应她不是埋怨，她不是恐惧，她不是惊讶，她反而是充满感恩还有喜悦。她对这个孩子出生讲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嘎哇伊呢。我相信你们都有看日本的动漫嘎哇伊的意思就是很可爱，你们都知道。
所以你知道当他这个母亲她讲高阿姨的时候，你知道他身边的那些医护人员啊，他的家人、他的朋友都纷纷很感动啊，因为如果是我们这种普通人，我们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只是会看到，他是没有手没有脚的孩子，他以后要走的路很艰难，他以后要怎样去面对他的人生等等。但是这个母亲并没有，她是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去看待这个新的生命，而且她会为这个新的生命的出生而感到感恩万分。如果你是一个常常埋怨，然后很习惯就是常常灰心、常常失望，甚至有些时候你会想要有自寻短见的念头的话 ，Girls， 请现在听我讲一句话。你看，你就是听完这个故事之后还是你在听完这个义无阳光的自传之后你把你的手伸起来，然后 slap 你自己几下，就是狠狠的刮你自己几记耳光，让自己醒一下，然后就要立下心志，以感恩的态度重新面对你的人生，重新做人。你知道，感恩积极的心态会使人勇于面对恐惧，乐观的解决问题。相比之下，如果一个人常常活在消极、活在埋怨当中，然后我们常常在面对这些问题临到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我们自己那种悲观的情绪、很消极的态度给处决了。圣经里面有那么的一句话，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我读给你听。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圣经都告诉我们，我们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在神所告诉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希望今天的这个视频能够让你们再次的思考什么叫做感恩。我们可以有一种感恩品格操练的 DIY， 我这边会给你们3个行动，鼓励你们在这个星期，就是你们能够去实现这个操练，在这个三个行动之下。第一呢，就是学习从平凡生活中观察让你觉得有趣的事情。第二，就是不羡慕别人所拥有的，而是为自己已经有的感恩。第三呢，就是更多的对别人说谢谢。你多久没有跟人家讲谢谢了呢？从现在开始就可以跟你身边的朋友、家人开口对他说声道谢吧。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啦。希望今天我们的分享、我们的学习能让你有所得着。我们下次再见，拜拜。